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佛历5月下12，万象晴，25到37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4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4基普，涨幅0.07%。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5.5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18基普，跌幅0.1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89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0.2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09.25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3.25点，跌幅1.18%。开盘1122.5点，最高1129.15点，最低1109.25点。成交量2097800股，成交金额34亿3081万8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50基普，交易量208万48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50基普，交易额34亿603万6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477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45万基普，跌幅1.2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4月2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43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7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36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170基普，涨幅0.93%，普通汽油价格上涨220基普，涨幅0.98%。95号汽油价格上涨500基普，涨幅1.86%。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英国外交部副部长访问老挝，推动双边合作。4月22日至23日，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卡特里娜·维斯特率代表团对老挝进行工作访问。访问期间，卡特里娜·维斯特副部长与老挝外交部副部长冯萨莫安拉万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下的友好关系进行深入交流，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两国代表还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万象市内交通管理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英国代表团同时访问了多个受英方支持的机构，包括湄公河委员会、国际排雷组织等。2025年正值两国建交70周年，双方在公共卫生、教育、排雷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进展。两国定期开展部委级互访，并通过专业培训等方式为老挝发展提供支持。二、万象省文化安全学校会议楼正式启用。4月23日，老挝万象省蒙彭洪县举行文化安全学校会议楼启用仪式。泰国诗琳通公主、老挝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万象省省长坎潘西提达帕、泰国驻老挝大使及两国相关代表共同出席。该校自1992年起长期获得泰国皇室资助，已建成4栋宿舍楼、1栋教学楼、1个学生食堂及2栋配备实验设备和互联网的计算机教室。近期在诗琳通公主访问期间，又获赠教师办公室、女生宿舍及教学设备，并修缮了饮用水设施。未来该校将重点改善基础设施，包括修建校区道路、围墙和供水系统，同时提升教师学历水平，重点培养数学、语言和艺术等学科师资力量，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三、老挝代表团出席2025年亚洲文化合作论坛。4月22日，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蓬马翁萨率团赴香港参加2025亚洲文化合作论坛。本届论坛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代表，重点探讨文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达拉尼蓬马翁萨副部长在发言中强调，老挝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拥有琅勃拉邦古城、瓦普神庙和石冈平原3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芦笙音乐、织锦技艺和圆圈舞蹈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挝正积极准备将甘盟省石林自然保护区申报为首个世界自然遗产。4. 司法部长会见马来西亚法律事务副部长。4月21日，老挝司法部长派维希布利帕在万象会见到访的马来西亚法律事务副部长古拉塞加兰一行，双方就加强东盟法律合作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等议题进行交流。派维希布利帕部长介绍了老挝司法部的职能架构，特别强调了经济纠纷调解中心的工作成果。古拉塞加兰副部长则邀请老挝参加2025年东盟法律部长会议，共同签署关于发展争端解决机制的联合声明。双方探讨了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前景。作为东盟法律合作的重要伙伴，马来西亚成熟的法律体系将为老挝司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5. 阿达颇省计划开发桑塞县保护洞穴旅游区。4月22日，阿达颇省长波通万通康尼率省县2级工作组与开发企业实地考察桑塞县自然保护区内的保护洞穴，评估其旅游开发潜力。该洞穴位于红山保护区，距胡志明小道 1.1 公里，原称红溪洞，与战争时期的坦克残骸同处一地。据达克赫特村副村长披萨坎马尼翁介绍，洞内钟乳石和石灰岩景观奇特壮观，兼具自然教育与生态旅游价值。目前，开发企业已着手修建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人行道，并完成周边环境基础整治。该开发项目将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保护原始生态的前提下，打造集自然观光、历史探秘和生态教育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区。6. 沙湾拿吉省医院新建急诊楼正式启用。4月23日，沙湾拿吉省医院新建急诊楼正式启用。该项目总投入626亿基普，资金来源于省长发起的慈善高尔夫比赛募捐及当地企业捐赠。据院长詹塔拉帕米西介绍，改造前急诊室仅设5张病床和2张缝合床，新建成的急诊区面积扩大至可容纳15至20张病床，设有8间配备空调、通风系统、热水系统和抗菌陶瓷墙面的标准化诊室。省长本乔乌本帕瑟特在仪式上宣布，省政府另追加投入 3.8 亿基普购置20张现代化病床、6张转运床和2台专业护理推车。7. 老挝啤酒与老挝世界贸易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4月23日，老挝啤酒公司与老挝世界贸易公司在万象埃德商业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老挝啤酒公司总经理亨里克·朱尔安德森与老挝世界贸易公司总经理西潘坎敦达拉女士共同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埃德展览中心和埃德商业中心建立全方位销售网络，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啤酒产品和优质服务体验。此次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老挝啤酒在零售渠道的品牌影响力，同时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化的产品选择，符合2家公司推动本土品牌国际化和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8. 沙耶武里迎来罕见冰雹天气。4月23日，沙耶武里省巴塘村遭遇异常冰雹天气，当地居民报告称，鸡蛋大小的冰雹持续降落了约15分钟，导致部分农作物受损。目前，当地政府已组织人员帮助受灾村民进行灾后修复。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